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晋三的频道。因为前阵子我刚换了工作，试用期期间呢还是很忙的，所以发视频的频率呢有所减少了。对啊，这给别人打工呢，在时间上呢就会比较被动。那其实，在加拿大呢，无论新老移民都会有很多的创业机会的，是金子呢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如果你有才华、有策略、有好的这个经商头脑，那么在异国他乡呢，也可以当上老板，雇佣本地人给你打工。当然，我在 YouTube、小红书、微信订阅号、B 站这些平台建立的自媒体频道呢，也算是一个创业行为吧。近期我会推出在加拿大如何创业的系列视频。这期主要聊聊加拿大的自雇独资企业有限公司的概念和利弊分析。下期会讲一下如何申请小型企业的商业贷款。如果你有兴趣开启自己的第一个生意，想有自己的公司，第一步要准备什么呢？经营一个商业和作为一个雇员呢，肯定是不一样的，有很多琐碎的事情，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呢，都需要你来拿捏。所以你要呢，确定经营一个小型商业适合自己，了解不同公司的结构，有商业发展计划，有启动资金、贷款渠道，选择一个好名字，注册公司，公司的网站建立，注册省税 PST、商品税 GST 和经营许可。首先要确定经营一个小型商业呢，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然后你要了解有不同的公司结构，那这个公司结构呢，对您来说呢，是不是最优的选择？或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你的公司结构呢，是不是要进行更改？你对你的公司有没有好的发展计划？别忘了一腔热血，却没有做具体的市场调查和经营策略。你有没有一个3年目标、5年目标？如果把这个公司开起来呢，启动资金需要多少钱？有没有什么渠道可以获得贷款或者政府的贷款补助？你的公司名字呢也特别重要，因为你要给你的公司进行宣传，在客户心中呢会是一个招牌。先想好名字是什么，就可以锁定这个品牌。给公司建立网站呢，也是十分的重要的。有人可能会说，我的公司刚刚起步，不需要什么网站，也不一定会用到这个各大社交平台上的账号。但未来发展中呢，你很可能还是会用到这些平台，去为自己的品牌呢进行推广。那尽早去注册一个域名或者用户名会更方便，而不是日后需要的时候呢，这个名字呢已经被人注册了。就像 YouTube 这个最近也开始实行这个标识名注册了。这个标识名呢是带有唯一性的，你用了别人就不能用了。那注册省税、商品税和经营许可呢，这些是需要和这个政府打交道的，在公司建立初期呢就需要设立好。这里我推荐一个 BC 省的小型商业服务处的官网，网址我放在描述栏里了。这是政府推广的一个非营利机构，多语言提供很多信息。比如这个网站呢，就提供了一份这个 BC 创业核对清单，其中包括评估商业构想、市场研究、商业计划书、筹备资金、确定公司结构、企业名称、注册企业。注册企业时呢，会涉及到公司的结构，是有限公司、独资公司还是合作经营？注册商业号码、CLA 的账号，申请营业执照 Business License 或政府许可 City Permit。这取决于你经营的这个项目是什么。比如你把一个店面做下来，想进行这个装修，那你是需要进行政府许可之后才可以装修。如果你雇有员工呢，还需要了解劳工赔偿保障 WorkSafe BC 以及雇佣标准法 Employment Standard Act， 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端和损失。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这边的公司结构都有什么。其实跟国内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公司结构呢主要分3大类，第一类呢是自雇、个体经营和独资经营，第二类是有限公司，这个大家呢很常听到，第三个是合资企业，有几个伙伴共同经营，其中分一般合伙、有限合伙还有限责任合伙。那么我们详细说一下这3个企业类型的不同。独资公司就是自己一个人去经营这个工作项目，也可以叫自雇，建立成本低，不用聘用任何人，不一定需要去跟政府登记注册，你可以用自己的名字经营，比如你叫 Helen Wang， 那 Helen Wang 就是你公司的名字。但你如果需要这个公司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呢，就需要另外去注册一个公司的名字了。这种类型呢，适合一些艺术工作者、画家、出租车司机、在家里接 case、独自投资的顾问、会计师、家庭美容美发、按摩服，很多可以做自雇。还有很常见的呢，就是很多公司呢不想花钱长期聘雇员工，你自己做自雇或者独资公司，我们发钱给你，你接我们的 case 去做，比如 Tellers 啊、Fortis BC 啊，里边都会有一些员工呢
并不是被雇佣的关系，只是去接 case。那在独资公司里呢，所有净收入呢都按个人当年收入报税。就是比如你可能在打工的同时呢，自己在经营这个独资公司，那么你的打工的收入和这个独资公司的收入呢，要合并在一起报税。那自雇能不能聘外人给你做事情呢？你可以临时聘用一个外人几天，但不能长期聘用。你也不能去规定这个人应该怎么去做事，而是要告诉他你要一个什么结果，然后让他去做。第二类，我说一下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呢，就是几个合伙人一起成立一个公司，一般出现在服务比较专业的公司，比如这个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分为一般合伙、有限合伙和有限责任合伙。取决于合伙人对公司的资产债务是不是需要负全责，还是有限的责任，还是要全权掌握日常的经营。第三类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呢是比较常见的结构，有限公司呢是独立的法人，可以拥有资产、经营业务、承担负债、起诉或者被起诉。独立法人呢为其自身债务负责，可以有一个或多个股权人。有限公司呢可以直接向银行贷款，有限公司也可以向其他公司、其他独立法人借款，也可以跟他的股权人有分开的关系，不是默认的连带责任关系。股权人的收入呢可以以薪水、分红的方式支付，公司税后未支付的净收入可以留在公司的留存盈余里，作为未来的运营成本。那么独资企业和一般合资企业的优点是什么呢？第一点就是这个简单实惠，申请价格便宜，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如果你用个人名义经营，不需要跟省政府申请成立公司，但如果你的经营额呢超过了3万加币一年，那就还是需要申请 GST 账号的。但是合资呢，就一定要申请公司的名字。第二点呢是这个操作自由度和灵活性很高，因为这两种公司呢不是法人组织，不论是独资还是一般合伙公司，法律上都可以由个人决定公司决策，在执行上效率更高。三点就是银行手续简单，这两种公司呢不需要成立商业账户，独资企业自雇可以使用私人一般支票账户作为公司账户，合资企业呢只需要简单申请这个 joint account 即可办理，所有股东呢都能够处理银行账务，相对于有限公司的需要多人授权签字的企业账户会方便很多。第四点呢就是这个报税简单，无论独资还是合资公司都不需要申报任何单独的税款，只是经营者报税需要填写 T2125 表格，体现你的营收和消费金额。合资企业呢还得填写 T5013 表格，律师费和会计师费用也比较低。那凡是有优点呢，就必定有缺点。独资企业和一般合资企业的缺点是什么呢？这个独资公司和一般合资企业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无限连带责任。跟有限公司不同，个人资产呢与公司的业务是有直接关联的，在出现法律纠纷或者财政困难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业主拖垮。第二个缺点呢，就是融资困难，在你进行商业贷款的时候呢，银行会考虑更多，因为你的收入需要同时负担你个人贷款和你公司的贷款。如果你的个人贷款金额呢比较大了，比如你有很多的房贷，那银行可能就无法给你的公司进行贷款了。那当业务开始增长，需要给资金扩张的时候呢，独资或合资企业呢不能通过出售股票或其他方式来吸引公司业务之外的投资者募集资金，业主呢只能依靠自己的积蓄，经济压力会比较大。还有一点是，很多合资企业呢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单一企业主可以操控一切，因为即使是合资公司呢，单一企业主呢就可以替公司做出决定。当合伙人意见不同的时候呢，决策不需要经过任何表决即可生效，容易出现这个冲动误判的决策，对公司营运不利。那有限公司的优点是什么呢？有限公司的优点呢，就是寿命无限，即使股东出于任何原因离开公司，公司也可以继续存在。如果是合资公司呢，一个合伙人过世的时候呢，那这家公司大概就要关掉了。有限公司的业主呢，仅需要背负部分责任，股东在公司中享有责任保护，公司内个人的资产呢是不能被债权人扣押追讨的，所以就算公司倒闭了，损失的呢也只是你投进去的钱。有限公司呢更容易募集资本，有限公司呢也可以只有一个 owner， 在企业扩张的时候呢，可以利用股票的形式招募新的股东进入公司，
增加股权，募集资金，所以有限公司的成长的速度呢也会比较快。有限公司的税务灵活，当你营业额比较高的时候，有限公司的税额会比合资和独资交的税要少。那有限公司的缺点是什么呢？第一个缺点就是申请手续繁琐，注册成立的手续呢比独资要多很多。作为法人实体，必须召开董事和股东会议，保留会议记录，并在董事会上获得一项决议的批准。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创立资金和年费较高，注册费要350加币，但是独资公司呢只需要31.5加币。有限公司同时维持公司的这个信誉良好的评价，也需要每年付费提交政府的定期报告，即使没有交易也要交报告费的，否则政府系统里呢就是信誉不良的公司。第三点就是失去责任保障的风险，如果你的决策没有通过董事会就执行的话，当执行的项目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债权人可以针对股东个人资产进行赔偿。那在你做决定成立哪个类型公司的时候呢，你最应该想清楚的就是你的风险。如果你觉得你的公司风险很小，又是刚刚创业，资金不够，那就从自雇和合作公司开始。当你的公司营业额增高，那风险也会随之增加，那你的税务负担就比较大了。这时就可以把自雇改为有限公司了。提前透露一下啊，下期节目呢也还是跟创业有关，以上信息呢仅供你们参考，有进一步的问题呢需要向你们会计师进行咨询。如果以上信息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点赞、订阅并打开通知小铃铛啊。那我在这里呢也给我的频道未来主题的内容打一个广告。如果你住在温哥华，是加拿大移民，有自己的故事想和新老移民分享，或者有自己的生意呢，想在我的频道里推广，并且可以接受我的采访，就扫我的订阅号或小红书加我微信吧，我会继续和你分享北美移民生活心得和职业发展讯息。让我们相聚于北美大陆，我们下期见啦。